这一天果然还是到来了，我被诈骗了。一直以来呢，我时常在网络上买卖二手键盘以及周边产品，到现在呢，绝对已经超过上百单了。然后很幸运的是，在这100多单当中，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纠纷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夜路走多了，总会是碰到鬼的。这次呢，我在网络上收来的脉冲 Z75，对我来说呢，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的翻车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让我们来开箱这把键盘，并且来听我娓娓道来这一个翻车的故事吧。就让我们来开箱它吧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好傻好天真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若要谈论到键盘界的卡卡西，我觉得非脉冲家莫属。其实很多键盘设计都互相抄来抄去的，但是我觉得脉冲他们家是抄的最好的。除了同时借鉴很多键盘之外，并且设计出来键盘，我觉得都蛮好看的，使用上的感受、声音跟体验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然后这次的 Z75 呢也是一样照常发挥，大家可以看到键盘的外形跟之前的 VXE 是差不多的，都是抄袭 ROG 的 Azoth， 是一个75% 伴侣的键盘，上盖所使用的材质是铝合金，表面是阳极氧化的处理。它的配电呢，采用的是75% 非紧凑的布局，然后方向键是没有下沉的。然后键盘左上方有那个长条形的指示灯，然后右上方呢是一个功能按键，但同时呢也可以更换成音量旋钮。然后方向键上面呢有个小门牙，印刻着 Z 的字母，象征这次的型号 Z75。然后呢，这键盘四周呢就是完完全全复刻 ROG 的 Azoth， 侧面呢有这铝合金腰带的设计，然后模式切换呢以及 2.4D 收纳仓的都在背面，底壳侧面都是塑胶，但是表面做了赛纹的处理，不管是摸起来还是看起来都有一点高级的感觉。还有是 RGB 的灯带延伸到底部，形成一个氛围灯的效果。然后底部呢有这个铝合金腰带延伸，然后底部写的是75 Key Mechanical Keyboards， 然后中间呢是大大 Z 的名牌，还有是防滑脚垫以及2段式的脚撑。底部的塑胶呢是这种类肤质的处理，摸起来挺丝滑的。好，听我介绍到这边，这把键盘看起来还不错吧？其实一开始呢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为什么会说这把键盘是我第一次重大的翻车呢？为了要揭晓这个答案，首先让我们来听看这键盘打字音吧。听完这打字音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这次入手的 Z75 是顶配的版本，搭配的轴体是烈焰橙轴，是一个 TDC 他们家的线性轴。但我上手后打字发现，这轴体居然是轻压力的提前触底的线性轴，跟我之前印象中 TDC 烈焰系列的手感可说是天差地远。所以我把键帽拔掉之后，发现上面居然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轴体。后来经过观众提醒，才知道这轴体呢是 VGN 跟高特定制的春鹰轴，是搭配之前首发键盘附赠的轴体。那我上闲鱼去查这个轴体的价格，发现这轴体的入手价格大概在30块人民币一罐，折合台币呢，这键盘上轴体的价格大概是150块，基本已经可以说是最便宜的轴体了。然后我也顺便查了一下烈焰橙轴的价格，如果是菜鸡轴呢，它的80克价格大概落在150块人民币左右。所以这把键盘呢，硬生生被狸猫换太子，由烈焰橙轴呢换成这个春鹰轴，然后直接算闲鱼上的差价是150块减30块人民币，然后折合台币呢大概是500块的价差，所以基本上看到这轴体，我基本已经可以断定我是被诈骗了。由原本的一颗大概要8块台币的轴体换成只要1块多的，加上这轴体呢是 VGN 的，跟脉冲是毫无任何一点关系，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厂商发错货的问题。这已经明明确确不是人为疏忽的问题，而是有人刻意为之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联络这卖家，看要如何处理。不过呢，在分享那一 part 之前，让我来聊聊这把键盘好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把键盘虽然轴体被换掉了，但整个键盘整体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，上盖做的阳极氧化非常丝滑细腻，然后这可以替换的旋钮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方便。虽然整个键盘的外形有浓浓 ROG 的味道，但是整个细节的把控跟做工都是非常的不错。这个侧边赛纹的处理呢，在让你拿取键盘的时候可以增加摩擦力，不会因为上盖的阳极氧化让你不好拿。上盖细腻的金属质感，侧边赛纹的粗糙感，底部丝滑的亲肤感，整个看起来都是非常有质感的。然后这把键盘打字手感是适中的，虽然说会稍微偏硬一点，但非常适合打游戏，可以提供相当不错的回馈感。配上这键盘本身低延迟的技术，非常适合电竞玩家使用。然后键盘内部的填充也是满满当当的，所以呈现出来的声音也是非常厚实好听。虽然说可能比不上它之前那把 K87， 但是在电竞界呢，这个声音手感绝对是独一份的存在。唯一几个可以小小抱怨的地方，顶多就是这个可以替换的音量旋钮，它是无法跟上盖保持切齐，而且它塑胶材质呢跟上盖有明显的距离感。再来就是它底部的环形氛围灯带，由于它不是向外的，而是向下的，所以当你在真实使用的时候，其实它的光线非常的不明显，不像是 RGB 反而更像是漏光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
个原厂高度的 PBT 双色注塑键帽，使用起来手感还不错，不过它调色上似乎有点偏差，这个淡蓝色看起来有一点黄黄的感觉。但是整体上而言呢，我对这把键盘的评价还是相当的高的。唯一可惜的就是这个被换掉的轴体，所以我后来呢联络买家，经过求证之后才发现呢，这键盘也是他在闲鱼上二手购买的。但他入手之后呢，就稍微试打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二手社团上供出售，最后呢就到了我手里。然后卖家呢听到我的抱怨也是感到非常抱歉，立即退了部分的款项给我，以弥补这轴体之间的价格差距。所以事情呢其实就这样快速顺利的解决了。虽然说我没有得到我期望中的那把键盘，但结合这键盘的配置以及这个价钱，基本上这次呢我也是没有亏到钱的，只是心情上呢还是有点错愕。不过事已至此呢也只能这样。不过呢还好呢，这轴体虽然说便宜，但是表现也还不算太差。所以下一个部分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键盘内部的构造，并且呢我决定把这个纯银轴好好的重新润滑一遍，以更完整的角度来体会这把键盘。好，所以就让我们来进行拆解也就润轴的环节吧。开始。整个键盘都拆解完了，基本上这个配置呢已经是现在量产键盘的标准了。首先我们来看这半铝的上盖是一个铝合金阳极氧化，应该是 CNC 的，表面呢其实相当丝滑细腻，不过不免俗的内部呢还是有一些瑕疵跟刀痕，还蛮明显的。不过呢，在这价位也是合情合理，毕竟呢也不会有人没事去拆这把键盘。由于这把是顶配，所以它有2颗4000毫安的锂电池，还有 Type C 的小板以及这个模式切换，然后底部有那个螺丝去固定的金属腰带。这个底壳拿起来是蛮厚实的，内部呢是这个开模的细胶，这个厚度非常厚，填充非常扎实。然后定位板呢是 PT 材质，有横向的开槽，上面的钢板卫星轴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，完全是 Tier 1的水准。那定位板下面呢是这个 LayPoron 白色夹心棉，以及这 ISP 的轴下垫、常规的声优垫，以及这单键开槽 PCB 上灯位，然后上面是旋钮模块排针的插槽，然后侧边跟底部呢是这个氛围灯带，然后这 PCB 竖起来的地方呢算是一个增加无线讯号的设计，然后 PCB 背面呢是这个凯花的轴座以及LayPoron 的轴座棉，所以这把键盘除了外部设计相当好看之外，内部填充呢也是没有丝毫的缩水，所以整个键盘呈现出来的手感跟声音也是非常的不错。果然脉冲键盘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，所以现在呢就让我把这把键盘组回去，并且把上面轴体润一润，然后为了配合这轴体的颜色，我在网络上之前收来一个便宜的拆机键帽，把它换上去看看，看能不能增加一点不同的感觉，稍微的改造一下这把键盘。开始。好，经过一点点的润轴，换上新的键帽之后呢，我觉得这键盘又焕然一新了。虽然说这轴体的价格真的蛮便宜的，不过呢，润滑过后这声音跟手感，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用的。然后换上这个粉紫色的键帽，这个跳色效果虽然有点突兀，有一种微微不协调的美感。然后最后呢，让我来说说我对这把键盘的想法。这把键盘主打的是低延迟的游戏向键盘，所以在声音跟手感方面并不是脉冲家最顶级的。不过呢，它在外形设计上面都有它自己的想法。然后最喜欢的部分呢，就在于它键盘的背面，真的觉得脉冲实在不需要一味的去抄袭别人。其实他们本身的设计其实都不差，这样子。即使这次的购买体验并不是很好，但是以这个价钱来说，获得这样的键盘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十分满意的。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，像是这个不平整的音量旋钮模组，还有这个脉冲祖传的漏光现象。然后最后呢，就让我来聊聊这次购买键盘的心得。其实遇到这种事还真的蛮让人烦心的。不过呢，这只是在我购买键盘的100多次当中出现的第一例，代表说在这个世界上99%以上的人都还是善良的人。然后这次卖我的卖家呢，他其实也是受害者，所以这次遇到小小的插曲，并不会对我日后玩键盘产生任何影响。我也会继续的在网络上购买二手键盘，因为我还是相信玩键盘的人是不会变坏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玩键盘以来第一次遇到翻车的情况，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这次遇到的经验。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，当大家在购买二手产品时，到手时先别急着开箱，先检查包装是否完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全程录影开箱的情况，保护好大家钱包的安全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我是依然好傻好天真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